好，我们来讲一下哪些内容是需要设计的。这个里头呢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必须提供的，因为要设计好这些图纸拿去申请政府的这个 building permit 施工许可证。还有一部分呢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可选的设计内容。这一部分呢，如果你对房子的建筑要求比较高或者想管控这个施工的进程，我觉得呢这一块也是很关键的。建筑设计的部分呢，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说了，主要包括了场地平面图、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还有一些节点图这个呢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和大家已经展示过了，我们这里就不重复的说了。能效和环保设计，我们也叫热工报告，需要提供一些报告的消防的设计，消防设计呢对于独立屋来说要求并不是很高，但是对于 townhouse 公寓来说是另外的规范，所以这个要求呢根据你建造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等级包括这个无障碍设计合规这一块呢，也是对公寓这个 townhouse 还有商用级别的建筑要求和独立屋是比较大的区别。所有的这些图纸呢，要有 license 的建筑师或者工程师来完成。还有包括图纸的每份图纸的规范和这个每份图纸的这个标准名称，这个呢是有要求的。所以你在设计图纸的时候，你不能按照你自己想的名称给图纸命名。CT 的审批对这个命名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每一张图纸的命名你必须要符合 CT 的要求，否则呢它会让你去修改这个名称。不过呢，每个城市的这个 building code 呢，它会隔一段时间呢会有一些修订，有的规范呢以前没有，比如说我们在建独立屋的时候，以前做外面的这个 fence 这个围栏呢，它是不要求去做这个设计图的申请的。那么目前呢，有的城市就修订了规范，你要做这个围栏的话，你必须也要提供图纸也要去申请这个 permit， 所以它的建筑规范呢，隔一段时间呢会做一些修订。那么有经验的建筑师呢，会经常去到 City 的网站去看一看哪一些东西是 update， 会根据新的规范完成这个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结构设计呢，也是在建房的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项。这个里头呢，主要包括地基foundation 的平面框架结构，在北美呢，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的独立屋，所以这个框架呢，一会儿我会和大家展示，基本上呢都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其中还包括屋顶的结构墙体设计以及这个结构连接和节点在后面的视频中呢，我会和大家详细的展示一下结构设计的所有图纸。第一张呢，就是一个总的这个图例或者是一个 notes主要是讲一些具体的节点。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标准节点它只要引用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一块，我们上次在这个和大家分享这个 footing 的阶段呢，大家就看到这个不锈钢的这么一个钩子一样的东西是浇筑在这个水泥的 footing 里面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 foundation 的 plan foundation plan， 这个呢就是一个地基的这个平面图。大家也可以看，在上次的这个做 footing 的同时，就是这个水泥地基先做模板，然后呢用这个水泥浇筑出来，那就是跟这个图的大小尺寸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呢就是 footing 的剖面图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水泥墩子下面一节这个framing 的这个图这个图呢，它基本上就是在做楼板的部分，这一块大家看到这个虚线呢都是 TJI 放大一点，大家看到这个虚线的部分呢都是 TJI
那什么是 TGI 呢？它其实是一种工字型的这个梁啊，材质呢是那种复合木材的这个材质，然后呢楼板是铺在上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方点的地方呢都是这个柱子，那么柱子呢一般是用比较坚硬一点的木材，就是通常我们这儿是用 Douglas Fir 啊，这个材质呢比普通的做墙体的那么要坚硬一些。啊，这一块呢就是楼梯的剖面图，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出这个位置啊，它是用1寸的 plywood 做的这个楼梯的踏步板啊，然后具体的我们可以在施工现场的时候呢，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现场的实景。然后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roof 的 framing 啊，就是屋顶的这个结构啊，屋顶的结构部分呢，这个也主要是一些truss 啊，做成这个斜坡的屋顶。这个 truss 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 truss layout， 然后呢，这个呢不属于这个结构工程师的设计范围。那么一般呢是 truss 的厂家根据这个结构工程师提供的这个尺寸，在这个范围之内呢设计那么一个 truss layout， 然后呢最后呢从工厂直接运到现场来安装。好，我们接下来放大一下，看看这个屋顶的这个剖面图。这个呢就是屋顶，然后呢这一块板叫 fascia board 等一会儿呢我们到工地的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实样。好，所有的结构图呢总共就5张，但是我们这儿的政府效率特别慢啊，就这5张图给我们审批了将近4-5个月最终就盖了一些红章过来了。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图纸上呢居然有和建筑图不是很 match 的地方那么政府呢最后也审批通过了，还是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所以在加拿大建房这个政府的工作效率真的是不敢恭维能源合规的报告 Energy Report， 这个呢也是最近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呢你在建筑设计到施工图阶段的时候呢，这个 Energy Report 你就要同步的去完成后向屋和一改多这个政策呢，因为最近呢在 BC 有一个新的政策，也就是说有的地块上可以建3户到4户，那么靠近公交枢纽站点呢最多可以建6个单位，而且呢它不需要做 rezoning 的这个公示可以直接的拿着建筑设计图去申请 building permit。 当然了，每个城市的规范呢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呢要到2025年才正式的公布，所以在这儿呢就不和大家详细的讲解了。那等这个所有的各个城市的规范已经成熟了，我们再做一些详细的分享。各种申请表格和文档，除了图纸以外呢，还要提供很多的表格这一块呢，我在后面的视频中会和大家把每一张表格呢做一个详细的展示项目。那这边呢就是 refundable deposit， 这个是押金，就是你要有的费用要先交上去，然后呢等这个建好没有损坏以后呢，他会退给你。那这边这个呢是 no refundable inspection fee， 这个 inspection 就是在工地的检查，就是说你每做好一步，然后政府会派那个工程师到现场来检查。那么像这边是187一个项目，那这2项呢是248，但是如果你检查没通过，可能这个再检查可能还会有额外增加的一些费用。那我们大概过一遍，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要收费的。总的来说呢，就是说你建造的越复杂，项目越多，所以呢这个收费也会越多。从这儿开始，大概呢就是说你要建额外的10个 square feet 以上的这个 building 比如说那个做那些那个shed，那么要一个500块的押金，再加上这个187的 inspection 费，总共是687。这个是地下游泳池，然后拆房搬东西，
这个 commercial， 然后工业的multiple family 就是多户的这种情况，那么就会更高，押金也会更高还有工地的预备的一些费用，那这些项目我们都没有这个叫 deck crossing， 咱们这个项目呢暂时也没有涉及到堤防的这个问题，所以总共呢这边是4330，这个费用呢是第一笔需要交上去的费用。接下来呢 City 会根据你的设计图，然后呢来对照这个 City 的这个 Building Code， 然后看看你是不是符合它的规范，有没有超标的部分。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建筑的红线控制。那我们这个建筑呢是严格的按照这个 City 的 Building Code 来设计的，所以问题很少，但是他还是发现了一个很小的问题，然后需要做一个图纸的调整。那么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这个控制的红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然后呢咱们原来设计的这个2层的栏杆呢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超出了一些红线的范围，那现在就要往回缩1英尺的这个空间，那么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呢任何小小的调整都非常的麻烦，就会带来一些立面、平面甚至结构图的调整，所以要花一些时间，然后再重新提交到 City。另外一个呢，也提醒大家正在建房、正在设计的朋友就是这个现在有很多规范，那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车库原来设计的是3车库，但是因为 City 呢发现有很多人会把车库的一部分或者是旁边的一个什么地方会改成一个这个出租单位，而且最后都没有去申请，所以现在呢 City 要求就是所有新建的房子呢要做一个 covenant， 然后需要找一位律师或者是这个 notary 来做一个联系，所以说这个也是新加的一个内容。因为现在有很多 unauthorized 的 suite， 就是没有授权的这个出租单位但是现在 City 呢也在严控这个，所以建房这件事呢，你其实越早越好，晚的话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重复的走一些流程，所以也很浪费时间。那么所有的图纸审核完成以后呢，它会让你再提交一个费用清单。首先第一个它要一个 register form， 就是你的这个新房的登记表格，然后呢还要有这个 BC Housing License， 就是这个有一个证书builder 的证书，然后呢一起给他，然后开始呢才是交这个第二笔的这个费用。这个费用首先是那个 building permit 的这个费用是4281.5块，然后这个服务的 permit工地服务的 permit 是340块钱，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生活用水，然后呢这个下水道生活垃圾，然后这个应该是水表这个还特别贵，一个水表得1000块左右，然后是这个也是下水道，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重复反正但是不管了，反正就这些费用你得交上去总共的费用是9369块7毛5，所以呢加上前面的那个4300多块总共的费用是13699。好，最后一步呢就是 building permit 建房许可证。等你准备好所有的图纸和报告，以及把这个各种申请表格都填写完毕以后呢，就可以到当地的 City Hall 去申请这个 building permit。通常的部门呢都是在这个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这个部门，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到前台去问在什么部门去申请一般呢只需要提供这个电子文档发送到这个政府的审批部门的 email 就可以了。审批部门在收到你的 email 以后，通常会有一个自动回复，
给你确认他已经收到你的邮件，而且呢，这个项目呢正在审核之中。如果图纸有修改了，或者缺少一些文件啦，或者缺少一些什么表格的话，也会通过这个你提供的联系方式和你取得联系。这个过程呢，一般分为2-3个阶段完成。每个阶段通过以后，政府呢都会让你支付一部分的费用。这个里头包括一些 City 的这个押金，因为主要是你在建房的过程中它要对公共设施以及道路做一些维护。如果你有一些损坏的话呢，它可能会从押金里头扣除。如果你不想让它扣除押金的话呢，你可以在 City 的检查之前，把你损坏的路面或者公共设施呢做一个修复，也是可以的。还有包括一些许可证的一些费用以及一些其他的服务费。所有的费用缴纳完毕以后呢，你就可以进行最终的审核阶段。每个城市的审批时间是不一样的，快的呢2-3个月，慢的呢可能半年。在加拿大的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比较漫长的，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耐心。最后一旦审核通过， City 呢会给你发送这个电子版的施工图以及这个 permit 给你，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印出来像这个许可证呢，你可以挂在工地的这个围栏上面，这样呢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施工阶段了。